30分钟听完一个2000年前最冷酷的天才的一生，你会发现他写下了人类历史上最锋利的权力手术刀，却最终被自己解剖过的那套系统活活吞噬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有没有在职场上遇到过这种情况？你明明看穿了领导的心思，你知道他在演戏，你知道他的夸奖是假的，你知道那个被提拔的人靠的不是能力，而是站队。你什么都看透了，但你依然输了，你输得莫名其妙，你输得体无完肤，你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输在哪里。你以为看穿了游戏规则就等于赢了游戏，这是大多数聪明人一辈子都走不出的致命幻觉。今天我要讲的这个人，是这个幻觉最极端也最悲惨的验证者，他叫韩非。他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公子，是荀子最得意的学生，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。他写出了人类政治史上最冰冷、最精密、最不留情面的权力分析。他的文字让秦始皇读完之后拍案而起，说要是能和这个人坐下来聊聊天，我死了都值了。但最后的结局是什么？韩非被囚禁在秦国的监狱里，被他的同学李斯送来一杯毒酒，然后死了。一个把人性看得比任何人都透的人，最终死于人性。这不是讽刺，这是宿命，这是所有只会看穿却不会行动的聪明人共同的墓志铭。很多人一提到韩非子，就觉得这是一本教人搞权术、耍阴谋的黑暗之书，是帝王心术，是厚黑学的祖宗。你错了，韩非子不是一本阴谋论手册，它是一本关于人性物理学的教科书。他研究的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在一个由利益驱动的系统里，力的方向是什么，力的大小是多少，系统会如何自动运转。牛顿告诉你苹果为什么会落地，韩非告诉你人为什么会背叛，告诉你忠诚为什么不可靠，告诉你制度为什么比信任有效。这不是阴暗，这是物理。这套东西放到今天，你会发现它就是每一家公司、每一个组织、每一段利益关系背后那套真正在运行的底层操作系统，那些写在员工手册里的企业文化，那些领导嘴里说的我们是一家人，那些所谓的情怀和梦想，都只是前台界面，真正驱动一切的是后台代码。而韩非2300年前就把这套代码写出来了，但最恐怖的是，写出代码的人自己也被代码杀死了。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去，看看韩非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。战国末年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人类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商业大洗牌。想象一下，一个行业里原本有几十家公司，经过200年的兼并、重组、淘汰、收购，最后只剩下7家，而这7家还在继续互相吞并。所有人都知道，最终只会剩下1家。这就是战国七雄的局面。在这个局面下，所有温情脉脉的东西都失效了。什么仁义礼智信，什么君臣父子，什么道德感化，通通没用。一个国家如果还在讲周礼，还在搞贵族那一套，等待他的只有灭亡。你想想看，今天那些在红海市场里厮杀的公司，是不是同样的逻辑？当竞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，谁还跟你讲什么情怀，什么人情？所有活下来的公司，最后靠的都是效率，是制度，是冷酷的淘汰机制。韩非看到的就是这个现实，他比任何人都看得清楚，旧的那套价值观已经彻底破产了。儒家说人性本善，你可以用道德感化天下；墨家说兼爱非攻，大家应该互相帮助；道家说无为而治，顺其自然就好。韩非说你们都在做梦，人性不是善的，也不是恶的，人性是趋利避害的。人不会因为你对他好就忠于你，人只会因为背叛你的代价太高，才不得不忠于你。这是两回事。所以治理一个国家、一个组织、一家公司，不能靠人心，要靠制度；不能靠信任，要靠机制；不能靠个人的道德自觉，
要靠系统性的约束和激励。这就是法家的底层逻辑。但韩非不只是讲法，他把法、术、势三者合一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权力运行体系。法是规则，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底线；术是管理手段，是领导者驾驭下属的技巧；势是权力本身的势能，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天然拥有的威慑力。这三样东西缺一不可。只有法没有术，你就是一个死板的制度执行者，早晚被人架空；只有术没有势，你就是一个耍小聪明的人，没有人会真正怕你；只有势没有法，你就是一个暴君，迟早众叛亲离。韩非把这三样东西拧成了一根绳子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套也是最完整的权力操作手册。现在我们来看韩非这个人，他身上有一个极其矛盾、极其撕裂的特质，这个特质直接决定了他的命运。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，韩国是战国七雄里最弱的那个，相当于一个西洋行业里一家快要倒闭的小公司。韩非眼看着自己的国家一天天衰败，他无数次上书韩王提出改革方案，但韩王从来不听。注意这里，韩非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个致命矛盾。他是一个看透了权力本质的人，但他自己没有权力。他所有的洞察力都是纸上谈兵，他能看清棋局，但他自己不是棋手，他是一颗棋子。这就像今天很多公司里，最懂战略的人其实是中层，他看得到公司的问题，看得到领导的盲区，但他没有决策权。他只能写报告，只能提建议，而最终采不采纳，取决于上面那个人的心情。韩非的文章最后传到了秦国，秦王嬴政读完之后如获至宝，他觉得这个人简直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军师，于是他发动战争攻打韩国，逼韩王把韩非交出来。韩非就这样来到了秦国。但韩非到了秦国之后并没有得到重用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同学李斯已经在秦国了。李斯和韩非是荀子的两个学生，但两个人走了完全不同的路。韩非是学者型天才，他的天赋全在思考和写作上。他有口吃，说话结巴，但文章写得惊天动地。李斯是实践型玩家，他文章不如韩非，但他极其擅长在权力场中腾挪。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，知道怎么让领导信任自己，知道怎么一步步往上爬。这两个人的对比本身就是《韩非子》这本书最残酷的注脚。韩非写了一辈子如何驾驭人性，但他自己在人际关系上几乎是个废物，而李斯可能一辈子都写不出韩非那样的文章，但他活生生地把韩非笔下的权术玩到了极致。你品品这个讽刺。韩非到了秦国之后，李斯立刻感到了威胁。一个比自己更有才华的同学出现在自己老板面前，这种感觉任何职场人都能体会。你在公司干了5年，终于爬到了核心位置，然后有一天领导从外面挖来一个人，这个人比你聪明，比你专业，比你有名，你会怎么想？李斯想的是，这个人必须消失。他在秦王面前进谗言，说韩非是韩国人，他到秦国来不可能真心为秦国效力，他的目的是替韩国做间谍，是来拖延秦国统一的步伐。秦王嬴政信了他，下令把韩非关进监狱。然后李斯送来了毒酒。韩非想要上书自辩，但根本见不到秦王。就这样，一代天才死在了狱中。你知道最讽刺的是什么吗？韩非在自己的书里早就写过这种局面。他写过说难，一整篇文章都在分析向君主进言有多危险。你的意见如果太直接，领导觉得你在冒犯他；你的意见如果太隐晦，领导觉得你在耍滑头；你如果跟领导关系太近，别人会嫉妒你；你如果跟领导关系太远，你永远没有机会。他把所有的坑都标注出来了，然后自己一个不落，全部踩进去了。这不是无知，这是一种更深层的悲剧，这是理性的极限，
这是认知到了顶点但执行力为零的终极困境。就好像一个医生能诊断出所有疑难杂症，但自己得了癌症却不去治疗，不是不知道，而是没有能力对自己下那把刀。好了，背景讲完了，现在我们正式进入韩非子最核心的思想，我要一层一层地剥给你看，你会发现每一层都像是在描述你今天的处境。第一层，人性的底层算法，趋利避害。韩非对人性的判断极其简单，也极其冰冷。他说，人的一切行为只有一个底层驱动，就是趋利避害。所有的忠诚，所有的爱，所有的道德，在利益面前都是脆弱的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个车匠希望所有人都富贵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善良，而是因为人富贵了才会买车。一个棺材铺的老板希望年年有瘟疫，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邪恶，而是因为死的人多，他才能卖更多棺材。这两个人都不是好人，也都不是坏人，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利益轨道上自动运行。韩非接着说，甚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都逃不出这个逻辑。一个家庭生了儿子，全家庆祝；生了女儿，态度就不一样。为什么？不是不爱女儿，而是在那个时代，儿子能带来更多经济收益，能传宗接代，能养老送终。这是利益计算，不是感情选择。你把这个逻辑放到今天的职场，你就明白了很多事情。你的老板对你好，不是因为他欣赏你的才华，而是因为你现在能帮他赚钱，能帮他解决问题。你对他有利用价值，所以他对你笑脸相迎。一旦有一天你的价值消失了，或者有一个比你性价比更高的人出现了，你猜会发生什么？你被裁了，你被边缘化了，你的工位突然被搬到了角落，你的项目突然被别人接手了。没有人跟你撕破脸，没有人对你发脾气，一切都很体面，但你就是消失了。这不是老板变心了，这是利益的方向变了，而人永远跟着利益走。韩非说得更绝，他说就连君臣关系本质上也是一场交易，大臣用忠诚和能力换取权力和富贵，君主用权力和富贵换取大臣的效忠和服务，双方各取所需，仅此而已。一旦这个交易的天平失衡，一旦某一方觉得自己亏了，关系就会立刻破裂。你想想看，今天的雇佣关系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公司在你身上投入1块钱，希望你产出10块钱。当你产出10块钱的时候，你就是人才；当你只能产出2块钱的时候，你就是成本。所有关于忠诚的故事，所有关于情怀的叙事，都是在掩盖这个交易结构，让你以为你跟公司之间存在某种超越利益的情感纽带。韩非2300年前就告诉你了，不存在的，那是幻觉。第二层，为什么好心不会有好报？韩非讲了一个故事，有一个宋国人，他的田里长出了一棵不该长的苗，他的邻居好心帮他拔掉了。结果这个宋国人不但不感激，反而大怒，因为那棵苗他自己打算留着。这个故事的核心不是谁对谁错，而是一个更深的真相，你以为的好意，在别人的利益坐标系里，可能恰恰是一种冒犯。韩非用这个逻辑分析了所有向君主进言的悲剧，那些忠臣为什么总是没有好下场？不是因为君主是昏君，而是因为忠臣做了一件极其危险的事，他们在替君主做判断。你的领导问你意见，你给了真实答案，你以为这是忠诚，但在领导的认知里，你这是在暗示我之前的判断是错的，你是在说你比我聪明，没有任何一个拥有权力的人愿意被下属衬托的像个蠢货，哪怕你说的是对的。韩非在说南这篇文章里把这个危险分析到了极致。他说，进言者面临的困境是，你必须精准地摸到领导的真实想法，然后假装是你自己想到的，把领导想说但不好意思说的话替他说出来，让他觉得你跟他想到一块去了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本事，那你最好闭嘴。但这件事有多难？
韩非自己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。他知道禁言有多危险，他把所有的风险都写出来了。但他到了秦国之后，面对秦王，他做了什么？他还是选择了直言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一个书生，他的思维方式是，既然我看到了真相，我就应该说出来。这是知识分子的本能，也是知识分子的死穴。在权力的游戏里，真相从来不是通行证，它是炸弹。你在今天的职场里也是一样，你看到了公司的问题，你看到了领导的盲区，你觉得自己有义务指出来，你觉得这是负责任，你觉得领导会感谢你。结果呢？你被打入冷宫了，你被贴上不好管理的标签了，你发现哪些从来不提意见，只会说好的人反而升职了。这不公平，对，但这就是权力场的物理规则。韩非2300年前就算出来了，你今天还在为此愤愤不平，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读懂它。第三层，势比人强。这是韩非思想里我认为最深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概念是，什么是势？就是你坐在那个位置上，系统赋予你的力量，和你个人的能力无关，和你个人的道德无关。韩非举了一个例子，尧是圣人，对吧？他在当天子的时候，一声令下，天下归心。但如果尧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，他连隔壁邻居都管不了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让尧能够号令天下的，不是他的道德，不是他的智慧，而是天子这个位置本身的势能。你换一个昏庸无能的人坐上那个位置，他一样能号令天下，至少在短期内可以，因为系统的惯性在拖着他。这个道理放到今天，就是为什么很多公司里那个明显不如你聪明，不如你努力的人，却偏偏是你的领导。你觉得不公平，你觉得他不配，但韩非会告诉你，他配不配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坐在那个位置上，那个位置自带的权力结构、信息垄断、资源调配权，就是他的事。你再有才华，在事面前，你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。所以韩非的结论是什么？不要跟事较劲，要么想办法获得事，要么顺应事，但永远不要在没有事的情况下去挑战有事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韩非反复强调法和制度的重要性，因为法就是一种人工制造的事，当规则被确立，当奖惩被明确，系统就会产生自己的惯性，所有人都会在这个惯性里被推着走，不需要你去盯着每一个人，不需要你去判断谁忠谁奸，系统会自动筛选，自动淘汰，自动奖励，这就是制度的力量。你看今天那些真正强大的公司，不是靠某一个英明的领导者，而是靠一套运转良好的制度体系。人来人去，制度不变，公司就能持续运转。这就是法家思想在现代商业中最直接的体现。第四层，信任是最昂贵的奢侈品。韩非有一个观点极其刺耳，但你仔细想想会发现毛骨悚然的真实。他说，不要信任任何人，包括你最亲近的人。他说的不是那种情感上的冷酷，而是一种系统性的警告。他说，当利益足够大的时候，任何人都可能背叛你，不是因为他们邪恶，而是因为人性的底层代码就是趋利避害。当忠于你的收益低于背叛你的收益时，背叛就会自动发生。这跟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无关，跟道德无关，跟感情无关，这是数学。韩非举了一个极其震撼的例子，他说，君主身边最危险的人是谁？是那些你最信任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只有你信任的人才有接近你的机会，只有接近你的人才有杀你的条件。你想想看，历史上那些被刺杀、被政变、被推翻的君主，几乎没有一个是被陌生人干掉的，全都是被身边人解决的。这个逻辑放到今天就是，商业合作中伤你最深的，永远是你曾经最信任的合伙人；职场上背后捅刀的，永远是你以为关系最铁的同事；感情中让你最痛的，永远是你付出最多的那个人。
不是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想害你，而是因为关系走到某一个节点，利益的天平倾斜了，他需要做一个选择。而在那个选择面前，你曾经给他的信任和善意权重为零。韩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？不是让你变成一个不信任任何人的孤僻怪物，而是让你建立制度，让制度来约束人性，而不是靠人心来维系关系。你跟合伙人关系再好，也要签合同；你跟员工感情再深，也要有考核机制；你跟朋友借钱再少，也要打借条。这不是不信任，这是保护双方，这是用制度来对抗人性的弱点。因为一旦出了问题，人性是靠不住的，只有白纸黑字靠得住。这就是韩非说的法治，不是冷酷，而是慈悲，因为它不考验人性。第5层，为什么越聪明的人越容易被淘汰？韩非讲过一种人，他称之为能臣，就是那种特别有才华、特别有能力，在组织里功劳最大的人。你觉得这种人应该最安全，对吧？错了，韩非说这种人最危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太能干了，能干到让领导感到威胁，能干到让领导觉得如果没有他公司就转不了，能干到整个团队只认他不认领导。你想想看，这对领导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权力在流失，意味着这个人已经从一个工具变成了一个潜在的替代者。韩非的原话是这样的：大臣太重则国危，左右太轻则身危。翻译成大白话就是，当一个下属的影响力大到威胁到你的时候，他有没有反心已经不重要了，他的存在本身就是风险。今天的公司里，你也能看到这种现象，某个业务骨干能力极强，业绩最好，客户关系全在他手上。有一天他提了个条件，老板没答应，他带着整个团队跳槽了，公司直接瘫了半年。所以真正聪明的领导者会怎么做？他会在这个人还没有变成威胁之前，就开始分散他的权力，开始培养替代者，开始把客户关系从个人手里拿回到公司系统里。而那个能干的人呢？他往往浑然不觉，他以为自己的能力就是自己的护身符，他觉得老板离不开我，所以我是安全的。这就是韩非说的功高震主的底层逻辑，不是你做错了什么，而是你做得太对了，对到让上面的人感到了不安全感。年羹尧、韩信、李善长，历史上无数被清洗的功臣都死在这一条上。而你今天在公司里，如果你是那个最能干的人，你最好也想想这个逻辑。韩非的建议是什么？功成身退，知进知退。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不可替代的人，因为不可替代在领导眼里不是资产，而是威胁。第6层，为什么制度比人品重要10000倍？韩非反复强调一个观点，不要依赖任何一个人的道德来维持秩序，因为道德是不稳定的，是波动的，是可以被利益瞬间击穿的。他说，圣人治国不是让所有人都变成好人，而是让坏人没有机会做坏事，不是靠道德约束，而是靠制度约束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一个城门如果没有锁，就算全城人都是好人，早晚也会有人闯进来。不是因为人性恶，而是因为机会成本太低了，没有任何惩罚，没有任何代价，人就会自动试探边界。但如果你加了一把锁呢？如果闯入者会被抓，会被罚，会被杀呢？大多数人就会自动守规矩，不是因为他们变善良了，而是因为违规的代价太高了，划不来。这就是制度的力量，它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自觉性，它直接改变行为的成本收益结构。你看今天那些管理混乱的公司，是不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？他们特别喜欢谈文化，谈情怀，谈我们是一家人，但就是不谈清晰的规则，不谈明确的奖惩，不谈制度化的流程。然后会发生什么？劣币驱逐良币，干得多的人不被奖励，干得少的人也不被惩罚，最后所有人都躺平，所有人都在摸鱼，最后
真正有能力的人全都走了，留下来的都是混日子的。韩非2300年前就看到了这个规律。他说，国家也好，组织也好，不能靠圣人来治理，因为圣人是极其稀少的，你不能把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建立在一个概率极低的前提上，你得假设每个人都是自立的，然后设计一套让自立行为也能产出正面结果的制度。这就是现代管理学的底层逻辑。你看亚当·斯密说的什么？他说，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，但在良好的制度设计下，这种自立行为反而能促进公共福利。这不就是韩非的思路吗？韩非比亚当·斯密早了2000年。第7层，矛与盾的悖论，权力的自我消解。韩非讲过一个你一定听过的故事，有一个楚国人卖矛和盾，他说，我的盾天下没有东西能刺穿它，他又说，我的矛天下没有东西它刺不穿。旁边有人问，那用你的矛刺你的盾会怎么样？这个人哑口无言。这就是矛盾这个词的来源。但你知道韩非用这个故事真正想说什么吗？他说的是权力体系内部的逻辑漏洞，你不能既要绝对的控制，又要绝对的效率，你不能既要臣子无条件服从，又要臣子有独立的创造力，你不能既要集权，又要活力。这就是所有权力体系都会面临的终极矛盾，你管得越紧，效率越低，你放得越松，风险越高。没有完美的平衡点，只有不断的动态调整。今天的公司管理也是一样，老板想要完全的掌控力，又想要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力，这两者是矛盾的。你如果事事审批，层层管控，那员工就变成了机器人，不会有任何创新。但如果你完全放手不管，就一定会有人以权谋私，就一定会有人偷懒，就一定会有人利用系统的漏洞。韩非看到了这个矛盾，但他没有找到完美解法，他只能说，用法来设底线，用术来做调整，用势来做震慑，三者配合，动态平衡。但这种平衡极其脆弱，一旦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，整个系统就可能崩盘。而韩非自己的命运恰恰就是这个矛盾的牺牲品。秦王嬴政需要韩非的思想来建立制度，但秦王不需要韩非这个人。因为一个太聪明的人，一个太了解权力逻辑的人待在你身边，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。思想可以为我所用，但人必须被消灭。这就是权力的冷酷逻辑。第8层，为什么韩非注定死在秦国？现在我们回到韩非的结局，把它放在他自己的理论框架里来分析，你会发现他的死是他自己理论的完美验证。首先，从事的角度，韩非在秦国没有任何事，他是一个外来者，是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客卿，他没有军队，没有门客，没有在秦国政坛的任何人脉关系，他的全部资本就是他的才华。但韩非自己写过，才华不是事，才华甚至可能是你的催命符，因为它让有事的人感到威胁。其次，从术的角度，李斯对韩非使用的手法完全是韩非自己书中写过的套路，离间、进谗、制造猜疑。李斯精准地利用了秦王对外来者的天然不信任，把韩非定义为间谍。韩非在书中分析过这种手法，但当这种手法用在他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他竟然毫无还手之力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擅长在现实中使用这些技巧，他只擅长在纸上分析它们。第3，纵法的角度，秦王把韩非关进监狱是有法律依据的，间谍罪在秦国是死罪，一旦这个罪名被扣上来，走的是法律程序。韩非自己无法自辩，无法面见秦王，系统的齿轮一旦开始转动，个人的声音就被淹没了。而韩非自己曾经多么推崇这种不因个人情感而改变的法律执行力，此刻这种执行力要了他的命。这就是最残酷的地方，韩非被自己的理论杀死了。他设计的那套系统
本来是要保护君主免受小人蒙蔽的，但当小人学会了利用这套系统来清除异己的时候，系统本身就变成了杀人工具。就像今天公司里的制度，本来是用来保护公平的，但当有人学会了利用制度的漏洞来整人的时候，制度就变成了最合法的武器。你被辞退不是因为老板不喜欢你，而是因为你绩效不达标；你被降级不是因为有人排挤你，而是因为组织架构调整。一切都很合规，一切都很体面，但你就是被干掉了，而且你连愤怒的理由都没有，因为人家走的是流程。韩非亲手打造了这把刀，然后这把刀回旋过来，割断了他自己的喉咙。第9层，对今天的你到底有什么用？想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所以韩非子对我有什么实际用处？我又不是帝王，我也不想搞权术。我来告诉你，韩非子最大的价值不是教你怎么整人，不是教你怎么搞权谋，而是教你怎么看清利益结构，然后在这个结构里保护自己。第一个启示，永远不要高估人心，永远不要低估利益。你可以选择善良，但你不能天真。你要知道，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是利益，不是感情。这不是让你变得冷酷，而是让你建立真正的安全感。基于利益的安全感比基于情感的安全感稳固10000倍。第二个启示，看透不等于看对。很多人觉得自己看透了人性，就觉得自己已经赢了。韩非用他的一生告诉你，看透只是第一步。如果你不能在看透之后做出正确的行动，那你的认知就只是你的墓志铭。第3个启示，功高震主是永恒的诅咒。如果你在一个组织里太过优秀，太过不可替代，你要么想办法获得更大的权力来匹配你的能力，要么主动降低你的威胁感，让领导觉得你对他是安全的。否则，你的才华就是你的催命符。第4个启示，永远把制度放在信任之前。跟任何人合作，都要先把规则说清楚，把边界画明白，把违约成本写清楚。这不是不信任，这是对人性的尊重。因为你不考验人性，就是对别人最大的善意。第5个启示，不要跟势较劲，在你没有足够的势能之前，不要去挑战有势能的人，不要去正面硬刚你的领导。不要觉得我有道理，所以我一定能赢。这个世界不是讲道理的地方，是讲力量的地方。你得先有力量，然后你的道理才有人听。韩非这一辈子活在一个极其撕裂的矛盾里。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懂人性的人，但他恰恰是一个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的人。他看透了权力的每一个角落，但他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权力。他写下了如何避免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但他自己就是最大的牺牲品。这不是命运的捉弄，这是一个结构性的悲剧。因为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人，从来不是看透世界的人，而是看透了之后还能在这个世界里游刃有余的人。韩非做不到这一点，所以他死了。李斯做到了，所以李斯活了。但李斯后来被赵高陷害，腰斩于市。死之前，他回头对儿子说，我想跟你再牵着黄狗出上蔡城东门追逐狡突，再也不可能了。李斯也死了，也死于他自己玩了一辈子的那套游戏。你看见了吗？在权力的游戏里，没有赢家，只有暂时还没输的人。韩非看透了这个道理，但他自己走不出来。李斯不看道理，只看利益，但利益的车轮最终也碾碎了他。这就是人性的终极困境。你越了解这个游戏，你就越知道它没有出口。但韩非留给我们的遗产并不是绝望，他留给我们的是一面镜子，一面照见人性底层代码的镜子。你看清了这些代码，不是为了变得冷酷，而是为了不被冷酷的世界所伤。你不需要变成韩非那样的人，你只需要记住他用生命验证过的那些真理，然后做一件他没有做到的事，在看透之后学会行动，在冷静之后学会游刃有余，
在认清了人性的底色之后，依然选择善良，但带着锋芒的善良。韩非死了，但他的思想活了2300年。这说明有些真相虽然冰冷，但永远不会过时，因为人性从来没有进化过。你今天的老板跟2000年前的秦王面对的是同一套人性，你今天的同事跟2000年前的李斯运行的是同一套算法，你今天的困境跟韩非2000年前的困境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，唯一的区别是你看到了他的结局，你可以选择不走他的路。这就是读韩非子最大的价值，不是学他的术，而是避开他的命。好了，最后我想说一件事，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？韩非有口吃，他说话结巴，他没有办法通过言语来打动别人，所以他把所有的才华都倾注在文字里。他的文章是战国诸子里最锋利的，比他老师荀子还要锋利，比他同学李斯还要有力量。他写不好一句话，但他写得好一本书。这个细节让我觉得非常悲伤，因为在那个时代，语言的力量远大于文字的力量。你想要影响一个君主，你必须面对面跟他说话，你必须能言善辩，你必须在3句话之内抓住他的注意力。韩非做不到，他的嘴跟不上他的脑子，他脑子里想的是宇宙级别的东西，但嘴里说出来的可能磕磕巴巴，支离破碎，所以他只能把一切写下来，然后期待有人读到，然后理解他。秦王嬴政读到了，但读到的人想要的不是韩非这个人，只是韩非脑子里的东西。你看，这才是韩非最深层的悲剧。他一辈子都在研究如何让别人为你所用，但他自己就是那个被所有人都想利用的工具。而一旦工具有了自己的意志，有了自己的声音，有了自己的判断，它就变成了一个威胁，就必须被销毁。今天多少打工人也是如此。你的价值在于你的技能，不在于你这个人。公司需要的是你能做的事，不是你是谁。一旦你的技能被替代，一旦有更便宜的工具出现，你就会像韩非一样被一杯毒酒打发掉。只不过今天的毒酒换了一个名字，叫组织架构调整，叫人员优化，叫双方友好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。措辞很体面，逻辑很冰冷，跟2000年前一模一样。这就是韩非子全书最后的注脚。他不仅写了一部关于权力的教科书，他还用自己的生命给这本教科书写了一个终章。终章的名字叫做看透了一切，依然无法自救。但你不必重复他的命运，因为他已经替你走过了那条路。他已经把所有的坑都标出来了，把所有的雷都画了红圈，你只需要看着他的地图绕开那些坑就好。只不过大多数人连地图都不愿意打开，他们宁可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，是温情的，是讲道理的。他们宁可相信只要努力就会被看见，只要真诚就不会被辜负，只要有才华就一定能出头。韩非会在地底下冷笑，因为他用了一辈子去证明这些全都是幻觉，而你到底愿不愿意醒来，取决于你自己。我是历史轻声说，感谢你听完这期节目。如果你觉得有启发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订阅、转发给你身边那个正在添珍珠的聪明人，也许你能救他一次。也许韩非2300年前的遗言能穿越时空，在今天救一个人。也许那个人就是你自己。